两大帝国抢着送王冠，作为基督徒在穆斯林手下讨伐穆斯林同僚。亚美尼亚第二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哈里发指定王中王，加分求胜超级艺术家阿绍特。Hello，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早周晚上好，这里是旭日梦，今天又来做每周挑战了。本周挑战角色为867年剧本的亚美尼亚亲王阿绍特，这位可以说是每周角色中最传奇的人物之一了，而且有趣的点非常之多啊！依然是先来做人物介绍，先从他父亲开始说起吧。因为我觉得呢，如果不了解他父亲，那么阿绍特身上一些特质就不够有宿命感啊，戏剧效果也不太好。就像是不了解蝙蝠侠怎么成了孤儿，那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卖力气打击犯罪，对吧？阿绍特他的爷爷死了之后呢，哈里发为了削弱他们家族，特意分化了权力。父亲任命为了掌管军权的司令之位，而大伯拿到的是亲王之位。事实证明哈里发计谋成功了俩人确实有发生冲突。当然了，这不要紧。继续说阿绍特的父亲斯姆巴特这位的头那叫一个硬，那叫一个铁，天天拉着亚美尼亚同胞反抗残暴的阿拉伯总督。853年，哈里发实在受不了了，派了一个名叫大布加的将军来，目的呢不是为了镇压，而是一个字杀。大布加在亚美尼亚搞了一场大清洗给亚美尼亚的统治阶级来了个格式化。阿绍特的父亲和大伯在正规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二人都被活捉关在了萨马拉。哈里发给出的选择呢只有两个，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就死。这里呢又体现出了阿绍特父亲的头有多铁。父亲表示我绝不改信然后就不出意外被砍死了教会分了一个殉道者。这事儿对于阿绍特来说那可太惨了家破人亡了呀。不过这个大布加这样格式化清洗也算是意外的给阿绍特留下了一份大礼。那些原本会制衡他的老一辈豪强全被阿拉伯人清空了。公元856年，这个时候大概20-30岁的阿绍特凭借着家族的声望以及向哈里发低头屈服要回了父亲主管军权的职位。接下来6年时间，阿绍特表现得极其的忠诚且有能力。在哈里发的支持下，阿绍特把周边不安分的穆斯林酋长和亚美尼亚势力都打了个遍。领地呢也不再仅限于巴加兰部分，而是不断的野蛮扩张。862年前后有个典型的事件，亚美尼亚地区仅次于阿绍特家族的阿尔兹鲁尼家族内乱，阿绍特以亲王的身份介入调和，绑架了家族的太子爷格里格尔，借机呢又强行吞并了一部分阿尔兹鲁尼家族的土地。但是没有赶尽杀绝，因为他担心彻底消灭这支家族可能会引发大规模内战，到时候这个哈里发介入，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所以说在吞并了部分土地之后，释放了这位太子爷格里格尔，并且呢还把这个女儿索菲嫁给了他，结为盟友了哈里发一看这太厉害了呀，对吧？这不仅有实力还有脑子呀遂加封了一个名号埃米尔的埃米尔亲王之王，王中王。到这里亚美尼亚内部呢就算彻底安定了，而且还名正言顺不过呢没来及的喘息，同一年拜占庭那边看不下去了你这么有能耐，干嘛给穆斯林当狗呢我们东正教和你们亚美尼亚教会还都是基督教对吧？异端比异教徒该死多了不是异教徒比异端该死多了差点说对了。总之统教兄弟对吧？统战工作还是要做一下的。牧首福提乌写信施压提议亚美尼亚教会并入东正教会。阿绍特收到信这么一看汗流浃背，冷汗直冒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了几天，最终给出了一份极其模糊的回信，表面上和和气气，实际上拒绝了一切有实质性的提议和要求，有一种以毒乱回的美感，既保住了教会独立性，又没落得口实被拜占庭入侵保住了这个统治的独立性。次年，也就是893年，王中王阿绍特开始名正言顺的集结队伍，讨伐周边不好好听哈里发话的穆斯林。这一战彻底打服了周边所有不听话的穆斯林同僚。不过令哈里发没想到的是，打完之后的这些穆斯林酋长成了阿绍特的附庸了哈里发的狗被阿绍特打了一顿，现在都成了阿绍特的狗了，手里除了基督教正规军，又多了一批穆斯林伪军。高加索教父的形象就这样树立了起来。时间就这样过去了20年，
884年的阿绍特在拜占庭与哈里发之间打了20年太极，依然活得好好的。那么这个884年的时间节点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时候的阿巴斯王朝啊，内乱不断，哈里发实在是无力直接统治亚美尼亚了，而阿绍特的实力又实在是强，生怕他趁乱投靠拜占庭啊。所以呢，哈里发送去了一顶王冠，正式的封阿绍特为国王。拜占庭一看又急了啊，皇帝巴希尔一世立刻差人也送来了一顶王冠，还有华丽的紫袍。在这之前还差人送来了传说中沾染了耶稣圣血的真十字架碎片。随着王冠送来的呢，还有一封信，信中皇帝称阿绍特为亲爱的兄弟啊，说自己呢也是亚美尼亚人啊，血浓于水啊。哈里发是什么？哈里发是异教徒啊，对吧？他送给你的王冠不干不净的，不够神圣。我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君主，我这个王冠才是最适合你的啊！这个是上帝批准的王冠啊！你戴我这个，基督教世界都认可你是国王啊！你戴哈里发的那个，你就是一个穆斯林的异教徒加成啊！阿绍特思索良久啊，最终在拜占庭或阿巴斯中选择了或。两边的王冠都稳稳的接住了，感觉阿绍特在滑雪方面啊，应该也挺厉害的。接下来拜占庭要是逼他合并教会，他就是哈里发的亚美尼亚国王。反之，如果哈里发想要过河拆桥，撤回王国的头衔，那么就可以戴上拜占庭皇帝送来的头冠，摇身一变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国王了。可惜英雄迟暮，没有时间给阿绍特续写传奇故事了。5年后爆发了一次小规模叛乱，阿绍特平定叛乱之后，在回家路上突然病重去世了，享年大概70岁啊，很惊人的高龄了。在他死后，儿子顺利继承了王位，从这里开始，统治了亚美尼亚100年之久的巴格拉图尼王朝就算正式开始了。本期的挑战成就也很有意思啊，实际朝廷作为一名皇帝的封臣，拥有比皇帝更高的宫廷检核度啊，算是符合历史人设了。进入游戏，先看看属性，27的外交啊，大家对27外交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这么说吧，世界第一，无论男女老少信仰文化，全世界29386人中，阿绍特的外交排第一，没人不喜欢。管理19，学识16，也非常优秀，军事谋略算是合格。2个固定特质，外交家和行政家，4级的外交教育等级，幕后操控人。手下这2个封臣啊，一个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阿尔兹鲁尼家族的阿绍特，这也是重名儿，他的儿子就是前文提到被我们塞了个女儿当老婆的太子爷格里戈尔。另一个来自穆斯林世界老牌军事贵族耶齐德家族的海塞姆。视角放大，我们目前呢和哈里发是朝贡关系，交高赋税和少量威望换取宗主保护，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50%的赋税太狠了，而且成就要求是作为皇帝的封臣，拥有比皇帝更高的宫廷显赫度，这个朝贡和宗主啊可能无效。总之，先把家族旗和宗族旗挂出来，然后把宫廷舒适度拉满，拉满之后收入就清空了，这肯定也不行啊，对吧？所以接下来呢是合法避税环节，3条路，要么效忠拜占庭。拜占庭皇帝巴希尔和我阿绍特那都是亚美尼亚人啊，老乡见老乡，哪怕低赋税也很愿意接受我们效忠，50%的高朝贡税直接给2.5了。不过啊，老乡见老乡的后半句大家都还记得吧？啊，背后捅一刀啊！到时候东正教普世牧首再逼我们亚美尼亚教会并入东正教会，那可就没话说了。第2条路是隐忍5年，5年后停战协议到期，直接停止朝贡。不过到时候停了纳贡，这个死的能有多惨就不好说了。第3条路是直接向哈里发宣誓效忠啊，彻底死了拜占庭这条心。不过哈里发呢，并不是很愿意让我们效忠。选宗教税效忠的话，哈里发不接受，唯一能接受的是高赋税。虽然说高赋税15%也比现在50%强，但是没有宗教保护，到时候被逼着改信伊斯兰教，那还不如并入东正教会跟拜占庭混呢。思来想去，我想出了一计高招啊！哈里发手下的阿扎里加派异端正在叛乱，我为什么不去帮忙呢？啊，到时候哈里发看在这个战功的份上啊，说不定就答应宗教税了。如果还能交友成功，那直接低赋税也不是没有可能。届时只要哈里发不死，我们就永远是
火腿肠王中王，直接发起教育计谋，然后集结军队申请加入战争。虽说我们亚美尼亚亲王国只有寥寥几块地，但也是有将才的。弟弟阿巴斯今年37岁，18点军事，不管放在哪儿都是可用的大将。好了，不说了，出发秦王。目前的战况呢，其实并不明朗。不过好在阿扎里加派只有2块土地啊，只要全部攻下，那就赢了。军队很快行进到了哈迪塞城下，见到了哈里发本尊啊，相谈甚欢，结为了好友。2年后，战争结束，不出意外的赢了。而我们作为哈里发唯一的盟友，提供了100%的贡献，好感度暴涨了100，直接顶格。加上我的超高外交啊，哈里发看我估计比看先知还亲了。不过这个低义务呢还是不接受，正常义务和宗教税做选择，我选正常义务。我不相信我的好兄弟会逼我改姓啊！接着趁热打铁，直接宣布为摄政，我们兄弟2人共同治理帝国，如何呢？再去觐见一下啊！我们找个先知庙拜个把兄弟吧。刚出发，我兄弟的信使就到了啊！新任命我为帝国财政总管啊，好兄弟啊，信得过我。收入又涨3块钱，月入6块了。到了宫殿一看，这哈里发的宫殿也一般啊，才6级宫廷，而且马上跌到5级了，看来很快能赶上了。回到亚美尼亚，召开我们的第1次朝会，看看大家对最近的这些决定啊有没有什么想法。第1位是阿尔兹鲁尼家族的阿绍特亲王，就是儿子被我绑架强行嫁了个女儿那位。亲王刚上殿就开始骂街了，说这些阿拉伯人痴迷于讨好教士和他们的安拉，真是受不了了。他们在咱们亚美尼亚土地上得遵循咱们亚美尼亚习俗，你这个跟招铁帽子王进京逼宫要8王1阵有什么区别？我刚刚宣布臣服哈里发，你就整这出。这几个选项，亚美尼亚亲王国属于各族人民啊，不细说了，滚出去吧。下一位，拉塔夫利啊，来讨职了。那你做针灸人好的呀，刚好这个职位呢能增加宫廷享和度。最后一位是亚美尼亚总主教，也是要讨职啊。你能活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我，不然亚美尼亚教会早没了。朝会结束，站起身来环顾四周，这个宫殿不太好看，一点特色都没有，这怎么能增加享和度呢？刚好我听说啊，东方的建筑风格很辉煌大气，我觉得可以参考。这多棒啊，对吧？很受人尊重的感觉啊，但是不够酷炫，所以盘龙殿这多棒啊，对不对？花里胡哨跟妓院似的啊，我跟中间一坐，跟 cosplay 中华天子一样，太棒了，就这个了。转眼871年，伊斯马伊派的酋长邀请我加入反哈里发暴政战争啊，那太好了，又到这个表忠心的时刻了，起兵参战。1年后战争平息，我作为唯一的盟友又获得了哈里发的100好感，那么是时候为称王做准备了。目前呢，我是亚美尼亚亲王，但这只是个称呼而已，是一个虚衔。要成为亚美尼亚王国的国王，我们还需要攒500块钱创建头衔，应该是用不了多久。攒了一段时间，隔壁的表兄弟托尔尼克宣布效忠于我。现在论实力，我和一个真正的国王区别不大了。紧接着，哈里发一封敲打的信件寄来，要求我放弃亚美尼亚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如果拒绝，就可以正当理由囚禁我。懂得都懂啊！我兄弟怎么想的，我能不知道吗？就是敲打一下罢了啊！这里直接拒绝啊，然后祈求赦免好了。放心好了，这点事儿我能不懂吗？反抗暴政的依然是次次不落参与哈里发手下最凶狠的狗。很快钱攒够了，称王，创建亚美尼亚王国头衔。次日，哈里发又转封了法理封臣给我啊，这好兄弟啊！事件结束后，成就弹出，实际朝廷成就解锁。现在呢，我是7级显赫，世界第4，前面是大唐、东罗马和新罗，哈里发排第5，刚好超过啊。最后再收复下法理好了，先宣战吃第1块塔奥，其他的是一整个公国，等主教造宣称就好了。21个月轻松拿下。接着出了点小变故，马尔万公国改名叫美索不达米亚了啊。原来的穆斯林领主啊，被东正教民粹打爆了，现在由亚美尼亚的东正教教徒接手了。那这是好事啊，同教兄弟是可以直接要求神服的。不过紧接着公国宣称造好了，那就不好意思了，对吧？宣战了，12个月打赢了，现在整个亚美尼亚法理王国都整合了。看着这片整合好的亚美尼亚王国，随时可以发起独立战争并且打赢，
但是呢，我不想打。为什么？看看我们四周吧，北边是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可萨人，西边是做梦都想吞并我们教会的东罗马帝国，而南边只要我不独立，那就是我的好兄弟哈里发。在这三大帝国中的加份想要独立，那就意味着成为所有人的集火目标。独立，然后创建帝国，征服世界，或许是最终目标，但是对阿绍特和亚美尼亚人民来说，放下那虚无缥缈的独立名头，真实的和平和繁荣才是真正的胜利。阿绍特刚硬的父亲固然是英雄，但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的逞英雄，只会给这片土地带来伤痛。历史上真实的阿绍特凭借着高超的外交手段，虽然一直给异教徒交着岁贡，但同时呢，让拜占庭和哈里发都离不开他，抢着送王冠，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这里是旭日梦，喜欢的话请务必3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